你从前面进来，我这是后门，你在前面那边进来一下。我去前面开门给你。不喜欢买这些东西，是不是乐高什么？家里很乱。电影还是音乐？电影都是电影，一般都是电影比较多吧。里面还有很多，里面很乱，你别拍。想起来就有点害臊了。当时呢，怎么说，马来西亚就很流行这个日本歌曲，因为我住的地方跟香港的应该有商务交道吧，所以香港流行什么，我们地方就流行什么。日本当时的歌星什么都很，怎么说呢？对我们来说都很有那个影响能力。所以说，我们通过香港的那个杂志啊，那个香港的那些电视剧，就认识了很多日本歌星。我当时高中毕业了之后呢，我是中学我就迷上了一个日本歌星，叫做中森明菜。谁？中森明菜，我特喜欢他，Nakamori Akina 最喜欢他。当时，我是高中毕业之后呢，我就去了我们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读了1年的那个叫做商务专业吧。一般在马来西亚来说，你不上大学的话，就要在当地工作了，对吧？工作了之后呢，就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就一直工作下去到老了。我感觉都是那样子，平平淡淡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的，我就不喜欢。然后我就特喜欢日本歌星，对吧？当时呢，好像日本有一家日语学校，跟那个马来西亚的旅游公司合作。在马来西亚招学生，我有一个同学就先过来日本读书了，然后我听了他有这个机会了，我就很想来日本，我就跟我家里商量，跟我父母商量之后呢，我父亲说好吧，那我就那个专业学校我读了1年，我就不读了，我就88年1月份我就过来日本了，就是为了歌星追星。但是还是不错，来日本之后嘛，对吧？生活改了很多，见识也长了，对吧？也有机会到中国工作了，也有机会到关岛工作了，对我这一生改变还是挺大的。就是看到了很多。对，看了很多东西。如果当时我就是不来日本，只待在马来西亚工作的话，也许我就一直待在马来西亚了，就关在一个小城里边，就生活的这个视野就很小很窄，就会老在那边死在那边，也没什么见识吧，感觉。那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就整个这个经历，你觉得还有趣吗？挺有趣的，可以说很大变化吧。你说马来西亚从一个小城市来到日本东京，当时一下飞机就不得了，冬天呢，马来西亚没有冬天了。我是1月份过来日本，特冷的时候，哇，第一次看到下雪了耶。你看，那当时日本是我们叫做泡沫时期，对吧 ？Bubble 的时代，当时日本的社会那个经济特好。整个日本东京都很活泼，当时还是挺有趣的，什么都有，真的，当时什么都有。在马来西亚，你要到大城市才能够买唱片啦，买 CD 啊，当时还没有找不到啊。日本的话就随便可以找到 CD 唱片，什么电器啊，什么都是最新的啦。服装什么都是最新的，吃的也很好，什么都能够吃，当时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可以说这眼前一新，真的整个世界都变了，不一样。日本空气当然也比较好一点了，因为也不是好，日本有冬天嘛，冬天给人感觉就是空气很好的感觉，冰冰冷冷的感觉，对吧？这是跟马来西亚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对一个19岁的小孩，一个小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变化。哎呦，调皮死了！家里的窗帘啊、沙发都被抓得烂了，全部都。那这个不怕人的这一只猫。过来，坐。我是88年1月份吧过来日本，当时1句日语都不会说。
过来之后呢，就进了日语学校，那个是每天都要去上班的，不是每天都要去读书的那种。我是读半天，所以说我那个日语课是2年。如果读1年的话，不是，如果上1天班的话，那就是上1天课的话，那就是1年。那因为我要打工工作嘛，要自己赚学费啊，什么生活费的，我就读半天，然后工作。然后2年日语之后呢，我就考大学，考上了这个东洋大学。我是90年进大学，进了之后就读了4年。94年毕业就找那个之前的家不动产公司，我是进去做，做了1年之后呢，因为他们要在上海开一个建材的那个工厂，就派我过去了。进公司第2年就过去上海了，95年吧，我记得95年5月份好像是那么过去的。当时第1年，我还记得工作地点是叫龙武港。龙武港那边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它里面做那个工厂是做建材的，在做一个墙壁的。然后我就去那边做了1年。当时我们在上海的话，我住在那个华庭宾馆。当时呢，那个前面那个体育馆还正在建造，很久以前了，就去1年而已。因为毕竟好像不知道公司的那个计划吧。他就派我回去日本了，所以说96年就回去日本了。然后后来就一直在那个日本总公司工作了10年左右吧，一直在日本工作。那时候我们公司的话，外国人也很少，只有我1个2个那么的外国人吧，也挺困难的，因为没有像现在那么轻松。就是当我们日本人看，工作了10年，然后06年呢。06年，当时公司打算在台湾开个店，那个是，也就是那个房地产，就是出租的那个招人的。他台湾开店，把那个上海的人员调去台湾了，所以说他在上海需要人了，他派我去上海，所以就10年了，又回去上海了。06年过去上海，做了3年，还算挺开心的。上海10年了，变很多很先进了。然后之后嘛，就是在北京开店了，那我就09年被派去北京了，做了1年，然后就1年之后呢，他们就把其他中国人派过来了，就把我派回日本去了。当时因为怎么说呢，我这人就比较意见比较直爽，也许那个上司就不喜欢吧，就把我派回去日本了。日本之后就做那个客服，我是马来西亚嘛。他们就以为我会英文很厉害，就叫我担当英文的。但其实我英文不怎么好，但是说了之后慢慢就进步了。做了1年左右吧，做了2年。2年之后呢，他们就派我去名古屋了。当时名古屋也是做那个店面的，我做店长，那时候派我去店长，做的成绩不错，每个月都达成目标。但是也是跟上司发生冲突了吧？日本人相处特别困难，然后又把我派回去那个关东这边来了，工作了1年。然后因为在公司里边有一个计划，就是招人要做对那个国外做贸易什么的了，我去应聘了一下，结果呢就被派去关岛。我们关岛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叫度假村宾馆，就是14年就去关岛了。去关岛，当时嘛还是挺开心的啦。关岛嘛，从来没去过嘛，一个南国的岛，很小，但是挺漂亮，还不错，人也很好，也挺多东西吃的呢。当时我找到一个香港店，他就卖那个。就是叫什么？叫烧麦呀，那种，还有烤鸭，我特喜欢吃。当时经常去吃对，烧鸭，对，烧鸭、烧麦、烧鸭，还有肠粉，对，特好吃。就是在关岛工作了3年左右吧。虽然是在关岛，但是我们的客人都是日本人过去，都是日本人了，也是挺辛苦的。因为日本人的话就比较挑剔，说实话。
但是本地人，我们的职员都是本地人。我是个前台经理，那时候还要管整个，可以说是也不是最大的，不是下面，但是因为是前台经理嘛，所以说客房啦、餐厅啊什么都要征求意见，这要统一一下的了，也工作挺有那个干劲，而且属下的那些人也很好，做的也挺开心。但是后来公司政策有改了，要拼本地人了，就不因为我是从日本派过去的嘛，工资比较高啊，什么什么的，而且那个宾馆的那个酒店的那个上面叫什么？我们这里叫支配人，日本说喜海宁，他换了一个人，他们就把我们日本过去全部派回日本了，所以我就被派回来了。3年刚好我的那个美国签证也到期了嘛，就派回去日本了。派回去日本就说我们的公司他就不怎么注重外国人，派回来的话他随便就派了一个部门去，就做得不开心了。刚好也疫情又来了嘛，疫情来了，公司经营也不好了，他们就要招人，要招一些人，叫什么怎么叫，不是叫招人吧，叫什么？问有没有要辞职的那种，中文怎么说我忘了，自愿辞职的，而且他加推职金，加很高的了。毕竟我在那公司已经做了27年，从94年做到19年，这20年，所以是26年多了，差不多27年了，累了，不想再做了，我就辞职了。辞职了就每天在家，从来没休息那么长时间，1年多就在家看电视、看电影，然后身体胖了嘛，就找了个教练做锻炼，瘦了10来公斤吧，还不错。但是因为疫情了，那个地方又关掉了，所以没有去训练，然后我去年12月份找了另外一份工作，然后就没时间去锻炼，又胖回来了。现在新的工作呢是一个叫什么 CEO 是外国人，是一个西班牙人。公司里边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比较多，所以说跟一般日本公司不怎么一样。现在做的工作就是给是客服。客服呢是全世界的了，我们是担当日语以外的语言，有10个语言吧，中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葡萄牙、泰、阿拉伯，一大堆的。对，那我担当那个。现在我的几个属下都是外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西班牙跟日本的，一个24日本人吧，跟西班牙人可以说忘了，但是也挺辛苦。怎么说呢？因为我毕竟工作室一直在日本公司工作嘛，想法都是日本方式的。跟外国人一起工作的话，因为也许受的教育背景、生活背景都不一样，挺困难的，现在挺累。比如说客服，你说日本客服肯定要服务到位，对吧？但是一般他们想法就是对应了就算了，所以说想法不一样。现在是为了纠正这个想法的话，再努力吧。日本怎么说呢？当然现在社会上想法上的进步很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但是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排外的感觉。他们要跟外面合作的话，他们会很慎重，非常慎重。他们要能够信任对方才能够合作吧。所以说要得到他们信任的话，这还要靠一份努力了。这是最主要的关键吧。如果你通过那关键的话，应该还可以。但是日本人一般想法都会比较保守。虽然说最近的年轻人，应该年轻人还比较好一点吧，但是基本上日本人还是不会像外面的人那么想法那么叫什么开放，不会那么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不会想的那么怎么说呢？中文怎么说来着？
不会那么有空间，他们想法的空间比较窄，比较窄。对，当然也有想法比较开的，一般上就是那样子吧。要打破那个观念有点困难，但是打破了之后就会很好打交道，因为毕竟说起来呢，日本人还是比较能够信任的，比较能够信任的一个民族啦。当然每个世界都有不好的人，对吧？但是呢，还是说总体来还是比较有的信任，比较有责任感。只要能够通过那一关打成交道的话，应该还是不错。但是之前。因为日本还是比较，我之前的公司因为比较老公司了，是个不动产，在房地产。日本在房地产的话，是他们有一个很老的体制，就是现在叫啥霸凌，现在不是不行了嘛，对吧？以前的话这很一般的了，上司骂下属的很一般的，要被骂得很厉害，上司说什么就什么。你知道我虽然我在日本公司很长时间，但是毕竟我是外国人，我有自己意见。我要是说我自己意见的话，就会发生冲突了。所以在以前公司也是经常发生冲突，所以就升不上去。就是这个地方吧。比如说我刚进公司，我第一次上海被派回日本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他们一般是怎么说呢？一般之前的话还没有说不能够残業怎么说日人怎么说来着？加班。以前加班都是不加钱的啦，这是免费的，这都是说义工加班了，加多少就多少。所以说一般以前上司不回家你就回不了家了。所以说工作好像就是一般是随便不工作了，到了傍晚就开始正经工作了，就加班，反正也加班也回不去嘛，就晚上去加油工作了。我就不喜欢，我就尽量把工作先做好了，排好了，我就到定时我就回家。但是上司叫我跟我说，你看他工作程度效果没你好，那是他加班，他会得好批评，他直接说我了以前，但现在就不行了，现在社会改了，当然现在不行，以前是那种社会。而且上司说什么就什么，以前我就受不了，我就经常就是有那个冲突了。所以说，反正我去哪里都是一样。虽然说，我自己说自己工作能力也不差，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拥有自己意见的话，在日本公司里面工作会比较辛苦。当然，现在很多新公司了，现在新的一方面的话也改了很多了。也就比较能够，对不起，能够表达自己意见了，社会改很多，不像我之前的样子了。可以说，但是你要婉转的说，要顺着上司的意思。当然可以说，但是接不接受是他们上面，对。那还要看什么上司了。有些上司就不听你意见了，跟个人也有关系。对呀，就像我前几年也是，我从关岛回来，我派了到另外一个部门，那要做一个叫做 project 叫什么来着？新的一个项目，对，做了新项目。然后呢，他们说应该怎么做，我说这个地方应该要这样做吧，他们就不听，一定要那样做。结果就不顺利，结果到最后呢，就变成我的说法了，就照我那个说法来做了。你开始听我说的，不是省时间了嘛，对吧？他们就不愿意听，有很多这种情况，所以我说后来我就做不下去了，感觉在那公司，因为上面都是一些老日本人了，就是不怎么接受人家意见的日本人，所以说真的我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我就辞职了。现在这个公司还不错吧，还可以了，因为都是外国人嘛，是怎么说呢？有两个比较纠结的地方。之前大公司福利什么都是排得好好的，什么都有计划的。小公司毕竟还是小公司，福利当然没那么好，而且什么都要自己做。
比如说之前的话，有人事部啦，有什么总务部，还有什么部门呐，还有那个营业部门，什么都有，对吧？分担工作，对吧？现在都要自己来做了，对，特别麻烦了。是小公司嘛，但是小公司有好地方就是意见能够全通，很快，大家都知道。对，我们现在不是有 Zoom 能够谈在网上聊天了嘛？用那个谈的话，我们公司经常去开那个全职员参加，挺不错的。当然，老板也在，你想什么就说什么，所以说非常好。小公司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慢慢会成长了，能够成长。所以成长之后呢，也有自己功劳了，对吧？所以说，还是有那个成就感。是的，它一层一层能打开的呢。哦，是吧？非常精致。它里边很多细节，你看这里面。是，都要一点点，对，一点点。你看这是寿司店，它还可以赚这寿司，可爱啊。那你拼的时候是看图纸？对，看图纸。OK。其实这个里面是一个厕所来的。那会不会搞错？会。所以再反复。小心的话就会搞错，对，再反复看一下。OK。检查一下，看什么地方漏了什么的。日本嘛，根本就是一个叫什么，说起来就是共产主义跟民族主义的不一样吧。日本人他都是一般很自由吧，对吧？当然在中国很多的话都有限制吧，很多都要说话什么都要注意吧。我觉得你要拿个签证也好，你要做什么都好，要去官方地方的话，就要看他们脸色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就觉得很不习惯了，就是这种。好的就好吃东西很多，肯定的啦，肯定的，好的东西，而且基本上我从小就学中文嘛，当然说没说的那么好，但是过去还是能沟通，能沟通的话，一般来说怎么说呢？当然思想方式也得不一样哦，每个人因为怎么说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但是还能沟通了，说什么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北京。那在中国也是北方跟南方也有点不一样，对吧？北方人比较大方叫什么开朗大方，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就是上海就比较现实，一发现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不会理你了，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因为之前我刚刚被日本派过去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上海店也有一个店长，虽然我是在日本派过，但我不是店长。开始那些本地人员都会跟我关系很好的了，但是发现我没有什么权利之后呢，态度就改了。这个是很明显的，非常明显。但是北京就不一样，北京我过去招的北京人的道地人的跟工作人员都很好，都非常尊敬我。工作的非常开心，到现在我辞职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叫我领导，在微信上聊话还是叫我领导，不用叫我领导，还是叫我领导，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会也不会，日本不会，没有这个地方，没有这种态度，因为本来他们本来就知道嘛，领导不领导，本来就知道对吧？没有说什么看了要让你工作一段时间才知道你有没有权利，这个没有，这是权利的这分明都很厉害的了，早就一清二楚对吧？而且当然也有那个叫什么呀，这个叫什么我们叫国妈司令，对中文我都忘了叫什么，就是上司嘛，当然要那个配合他们了，对吧？也有那种人，但是一般都是在日本来说比一般吧，不会那么看你有没有权利啊，就什么很少。就是这个观念是有差异，有差异，不一样。
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平等吧。当然他会看你会工作，你有能力的话，当然会尊重你咯，对吧？那个是很明显的吧。如果你不会工作，你偷懒的话，那肯定人家没有人会尊重你，这个是肯定的啦。就算你是上司，人家也是看不起你的，对吧？这个地方是看重自己了，看你自己能力、自己表现吧，应该是。还是日本吧，但是怎么说呢？日本的话，说实话啊，他现在社会也福利什么也不是很好。现在你看日本人那个政治也不是非常好，对这个生小孩子的这个保障制度也不好。现在日本人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少了，因为很难结婚，结婚之后的税金啊，生活会很困难。人家想养小孩子的话，生活费也很高，而且要夫妇俩工作的话，又要越来越少，所以说很多人都不结婚，结婚也没生孩子，越来越少了。现在日本人口的话，老人越来越多。现在老人越来越多的话，以后的老人没有人工作的话，越少人赚钱的话，以后老了之后自己就拿不到养老金了，那金额会不会少，现在也不知道。而且那个养老制度也不怎么好。生活上我还是比较喜欢日本了，没像中国那么，比如说上海，上一阵子不是全被封城了吗？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说不会有那种现象，还是比较生活上比较自由。但是想将来的话，因为我在日本没有亲人嘛，我看也许还是会回去马来西亚吧，应该是吧，毕竟那边有家人有亲戚。我在日本，我想我将来肯定会一个人死在家里了，没人发现。说真的，现在日本很多人都这样，因为老了，自己一个人住了，没有工作了，拿养老金了，死了病了没人知道，要过几个月才能被发现。现在这个在日本，这个现象挺严重的，这一种地方，看现在政治家都不行，但是我外国人啊。比如说我在日本住了30几年了，我是拿永居，但是我是没有权利参加选举，我是没有能力的。他们除非你是日本国籍，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不公平。日本，我也有付税金对吧？我也工作对吧？我当然有权利，他不给你权利。你可以换成国籍。我不想换成日本。稍等一下。我的照片吧。什么时候的？刚刚出来。出道，对，刚刚出道的照片。82年，很久了，现在50几岁，比我还大了。很漂亮哈。这个也是乐高。我说确实很漂亮。是吧？就像我之前的公司也是那样。是吧？我工作20几年哦，他们就不会升你级，不升上去最高也到店长。OK。其他也有比我，这怎么说呢？我是最长的，在之前的公司，我是最老的一个外国人。OK。其他人做了10几年也是升不上去，最多只升到店长。我看日本，因为我们那是一个房地产公司嘛，想法比较老吧，他们就不愿意升。后来嘛，他就导入了一个系统。要考试什么的，要才能升上去。那考试我这个年纪还去背嘛？而且那考试的话，他要你背，要有写。现在这个情报世界，你说还要背嘛？对吧？还有我背我上面那几个那个什么那个公司重要人员的那些全名啊什么的，你说这个不是浪费时间吗？ Okay. 我就不喜欢去背，我考不来。应该可以吧？其实我听
一般来说，永居好像比拿国籍还困难。我听说，国籍的话，你只要在日本跟日本人结婚就可以拿，很简单。但是要拿永居的话，要工作多少年啊，怎么的才能够拿永居？但是因为我，怎么说？话说回来，还是我在日本没有亲人吧，对吧？我拿国籍我没用，以后我看以后还是要回马来西亚。如果我不是马来西亚国籍，以后回去就麻烦了，一大堆东西，对吧？现在我虽然不是日本国籍，除了不能选举，我其他都一样，没有什么任何的那个不方便地方，所以说我现在活得也不错，也挺好的。就算我上一个工作我失业了，也辞掉1年之内，我1年哦，因为我工作很长时间，我就拿那个失业证、失业补助费叫什么？失业费。我有1年的可以拿，我就不用工作，我也可以活1年。当时是了，但是那个地方还不错了。所以说，在日本来说，对生活来说很方便，很多东西你要什么就能够买到什么，什么都有，住在这附近什么都有。我不用开车，我坐自行车我就可以去。但是回到马来西亚的话呢，马来西亚的话，当然没有日本那么先进。但是很多地方还是没有日本方便，毕竟我来日本30几年了，我在马来西亚我只是住到19岁而已。我现在回去能不能够习惯下去，我还是不明白，不知道。但是总而言之，我还是马来西亚人，对吧？毕竟我还是要回去吧，应该以后老了之后回去再说吧。一个人嘛，就是有这个地方担心，没有家人，对吧？也没有孩子能会看你，所以说一个人留在日本的话，以后肯定要回去，我感觉，要不然我就一个人死在日本了，孤零零的了。这是乐高过山车系列，它会全自动上去，这有大概4000多个零件。花了我2天才拼完的，而且这个是卡的，不会过去的，挺漂亮的，对吧？而且它是不会过去，不知道为什么。一般会自动一直过去的。那个也是。轮，那个也是。那个这是类似，这盆栽。也是那个。哦，这也是，这个也是，这下面也是。有趣。刚才说的官方地方还有没有那么给脸色看？我现在就不知道，已经过了10年了，还会有给脸色吗？现在应该好很多吧，好一点了吧？所以说中国就是除了那个政府说什么立刻就变什么的话，就是那个有点恐怖，就是那个地方，其他还可以，我感觉还可以。中国政府说一，你就不敢说二，对吧？那日本就没有。就算你说这个疫情日本也没有封国，也没有封城，什么都没有，很自由。但是日本人呢，就是这个地方好，大家都能够守规矩。你要戴面罩，全部人戴面罩，对吧？是他们这个日本的那个民族的一个优点吧，应该是。不像其他国家，你要他戴面罩，不要戴呀，什么就吵起来、打起来很少。但日本人也有这种，少部分也有这种人啦。但是也是少，一般人的话就是自己会去戴面罩，不会造什么麻烦什么，大家都会互相配合了，这个地方很不错，我觉得了，